歡迎收看《寶傑點評》。現在整個伊朗的情勢虛實難辨，川普才剛剛講完說，我給你5天的時間，我不要轟炸你了，我們來好好談判，甚至說他連對頭的人都找到了。可沒有想到，話才剛講完，伊朗2個重要的能源設施居然被美軍轟炸，而且以色列攻擊德黑蘭的手法，它的強度也都沒有改變，也就是現在川普。他嘴巴講不打，但事實上他的手完全沒有停過。現在看起來，整個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依然的極限施壓，而且這個極限施壓讓整個伊朗我斷水、我斷電、我斷網，甚至我現在重要的領導人我一個的進行斬首的行動。現在伊朗斷糧的狀況非常的嚴重，他現在已經處於一種崩潰的狀況。伊朗如果繼續這樣子，在沒水、沒電、沒有網、沒有糧食的狀況下，他還能夠維持下去嗎？現在川普看起來他的手段已經不是說我要打一場漂亮的戰爭，我已經不是說我要把你的核電搞定。現在看起来，川普他根本就是要把这個政權做一個改變，要去扶植一個親美的政權。川普真的做得到嗎？如果川普短期做不到的話，那這伊朗的戰局會擴散多久？他這個擴散多久，對你我的生活又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呢？好，我們今天請到4位來賓，對大方首位的財經專家黃教授，你好，大家好。好，這是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我們要特別介紹。他是財經專家，而且他有去過伊朗談過生意的劉相國，相國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好，第4位是紅軍資本的執行長沈萬軍。寶傑好，大家好。好，從剛剛講的是，川普他每次他現在說不打，他就是要打；他說要打，他就是在等待；他說在談，他就準備殺人。對，現在我開始慢慢了解他的邏輯了。他前2天在講說，我不打了。我要給你5天的時間，我要跟你好好談判，就沒有想到話才剛講完，又攻擊2個重要的地方。對，而且你說現在恐怖的是，他現在斷他的糧，斷他的水，斷他的電，斷他的網，甚至他要斷他領導人的頭。沒錯，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話，這個川普他是要慢慢的凌遲伊朗之後，然後一刀解決伊朗，一刀解決。為什麼這樣說？現在目前為止，伊朗的局勢是怎樣？寶傑，你知道嗎？要水沒有水，要電沒有電，要糧食沒有糧食，要錢沒有錢，要網絡沒有網絡，什麼都沒有，連他們的領導人在哪裡都沒有，軍隊什麼都沒有了。現在什麼都沒有的狀況之下，其實就等待一個時間點。雖然他昨天說，我暫緩5天，好像是從23號移到27號，但是我跟他講，發動時間點就在3月27號，他等待他的這個遠征部隊抵達到前線之後。所以川普不是說我要給你5天的談判時間，是他這5天的時間是。他有2個重要的部隊，對，一個是底里波里號，一個是權勢號。對，我的2棲登陸艦5天後會抵達波斯灣。對，抵達波斯灣，我有可能發動總攻擊。沒錯，川普的談判技巧就是這樣，我先鬆一下，拉到極點，讓你鬆一下之後，他再往上拉。他現在就在做這樣的動作。他現在已經我跟你講，伊朗已經沒水沒電，什麼都沒有之後，他現在繼續什麼離間戰、斬首戰、割喉戰，全部都在做。他現在領導人要談的，我就跟你談；不談我就斬。所以就這樣子一直不斷的進行啊。他說，我不要炸你的核電廠，但是我可以炸你的發電廠。我沒有炸核電廠啊，其他發電廠我可以炸，供氣站我可以炸，你的這個能源的這個設施我可以炸，反正就這樣子。我沒有炸核電廠啊。你說他是在降壓，沒有，他其實一直在持續對你施壓。他就說嘛，5天之內如果沒有建設性的話，我就5天就會開打。所以他講的話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時間。那另外他等什麼？他現在就等一個底里波里號。底里波里號，因為他有31遠征部隊在這個地方，然後有2200名的兵力，另外還有權勢號，權勢號大概有2500名的一個兵力，遠征部隊要來到這個地方，來說，這2支部隊。寶傑，你知道做什麼？做什麼？要奪島嘛。所以等於說，目前為止來說，他就在等待那個奪島的時機，甚至所以5天之後大戰會開始。對，而且剛剛講到，現在底里波里號，現在的權勢號已經在路上了。對，所以我就說，我們看下一張，雖然它等於是對你的終極的施壓再施壓，你看。這底里波里號從3月11號出發之後，一直來，你看到穿過這個巴士海峽，然後來到馬六甲之後，進入這個迪亞哥加西亞之後，一直往前走。現在這個位置，它在這個27號24號就會抵達這個波斯灣這附近。所以底里波里號現在離這個波斯灣這麼近。對，沒錯，連離這個海峽這麼近。對，它就會跟林肯號會合之後往前進嘛。那林肯號，我們知道林肯號就是等要作戰的時候都會出動，然後另外包括底里波里來到這個附近，這附近是什麼地方呢？這附近就是我們的荷姆茲海峽，還有前線的哈格島在這邊，所以等於是說2個部隊都來了之後呢，就已經部署到這個中央司令部下去，聽川普的最後一聲令下。我就跟他講，我現在認為說什麼，
我們記不記得他在委內瑞拉作戰的時候是一刀命中，對，快速，而且我覺得這一次呢，他也是要快速，搞不好我觉得不排除他同时会登陸很多島。第一個時間把所有的他要占的島全部佔領，甚至直接奪走他的核設施的相關，可能都要一時間完成。因為你現在伊朗也沒時間反應嘛，我一口氣做的話，那是最快的一個速度。所以他等到所有的部隊都來的時候，他就要一舉拿下整個伊朗。好，所以剛才講到的，原來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我現在只拿了一個哈克島，或者我拿一個單一的島，我還不能保證這邊的安全。沒錯。現在剛剛講的，我也不可能長期要維護這個地方的通行安全，所以最快的時間就是我先肅清。肅清完了以後，最好能夠找到談判對象，然後美軍趕快撤離。沒錯，他現在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他主要要登陸有3個部隊。我們剛才講迪里波里號還有全斯號，上面都有這個所謂遠征部隊。另外一個還有82空降師已經在這邊，所以有3支部隊。現在這個是人家的傳言是這樣，他同時要奪什麼？哈克島然後包括說像這個格什姆島要奪的，現在還包括說不只要奪格什姆島，大通布島、小通布島這2個島我也要奪，然後阿布穆薩島我也要奪，等於是我幾乎把所有的這個所謂荷姆斯海峽的通道全部都奪下來。那奪下來的話，這要怎麼做呢？他們現在有武器什麼？包括說你看遠征部隊裡面有 F-35B 去踹門。踹門之後，緊接着就這個語音直升機啊，語音直升機來了，AH-1Z 的這個直升機2個地面掃蕩之後登陸之後呢，而且要做什麼？就把海馬士丟上去。海馬士丟上去，特別是說有說在格什姆島丟上海馬士之後，它大概可以肅清附近80公里左右的狀況。然後呢，這遠征部隊裡面來說，還有一些工兵，我就在上面，譬如說像這個哈克島，或者說像格什姆島，機場都已經毀掉。我快速的把這個所謂跑道清出來之後，可以投大量的物資在這個地方，包括說像還有什麼氣墊船一大堆所以目前為止就是要奪下這幾個島。而且現在講的，我現在不是在軍事行動，我現在在經濟上面，我在這個所謂的心理戰上面，我已經開始進行極限壓迫。之前我們談到了格什姆島，格什姆島之前來講，它是層層疊疊，有很多的地下工事，甚至裡面有很多的火箭發射井。就這個上面有一個，我跟你講，你在島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運糧跟運水都是問題。就現在我已經把格什姆島上面的水源的地，我已經把你給砸掉了。對，水源地砸掉了以後，你剛才講，現在对伊朗來講最痛苦的狀況就是我的糧食因為荷姆斯海峽的關係，現在伊朗也缺糧。現在因為整個水源的關係也缺水。現在整個全部的電網，我的電網我也破了。現在所有的通訊網也被破壞掉了。沒錯，我們講格什姆島要奪下來說，第一個徵兆就是他已經把格什姆島的海水淡化廠已經炸掉了。炸掉之後，他現在目前為止說水只能夠維持3到5天的正常消耗，所以看起來格什姆島已經這個時間點跟他們要登陸的時間點是非常接近。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張。現在伊朗來說，就如同寶傑說的，現在真的是沒有水沒有電。為什麼？你看這幾天，川普說我不炸你的核電廠，但你看伊斯法罕的這個重要的這個減壓站，我把你炸掉，氣體的減壓站炸掉之後呢，你工業運轉也沒辦法，這個軍事中心也沒辦法運轉，民用也不能運轉。然後我這個霍拉姆沙赫的這個地方的氣管，我把你炸掉，炸掉，全市都完全停電。那你看，好，這是美軍做的。那這個所謂以色列人，他去炸德黑蘭，繼續打德黑蘭，就不斷的攻擊來說的話，你很多地方現在都已經完全停電。所以現在晚上的時間點，寶傑這樣，你一看這個伊朗很大部分都是黑暗的，因為他們已經沒電了。沒有電的時候，所以現在的伊朗就跟北韓一樣，對，晚上根本沒有光。對，那沒有電之後呢，水也慢慢的消耗掉。那我们就講，目前為止，你看德黑蘭的這個幾個大水壩來說，目前為止都已經只剩下3到8%左右的水哦，所以看起來的話撐不了多久的一個時間點哦。另外一個部分是，而且更可怕是，他們現在有一個最簡單的統計，是它有3萬個村莊，對，3萬個村莊因為沒有糧食、沒有水，已經被遺棄了。對，所以你看，還有另外是什麼？糧食。我們昨天不是講嗎？這個我們是看他們缺糧食是這樣，我們現在都說了，他糧食已經沒有剩下多少天嘛。對，你只要看很簡單，你是要看它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這麼高，就是表示它沒有糧食的。你看食用油目前為止價格飆漲207%，稻米飆漲193%，肉類跟蛋白質飆漲110%，蔬菜也是大部分飆漲，飆了3倍。對，所以這些數字就告訴你，它現在糧食真的進入完全短缺。那你更不用講，它發行1000萬的這個里亞爾幣，也沒辦法買多少東西。對，所以我跟你講，其實現在伊朗已經處在一個崩潰的邊緣了，就是川普呢，只要在最後踹他一腳的話，他大概就處在一個搖搖欲墜的這個姿態。而且更扯的是說，你已經把人家逼到這邊，你還搞離間。你說現在川普根本不知道他講的哪一句真的，哪一句假的。他說我現在找人談，找人談的時候沒有被談的人，是不是代表我要被背叛了？對。那你說我要找談的人，他真的他會有談嗎？也不一定。搞不好
我就是一個誘餌。對，沒錯。目前為止來說，川普說我們已經跟對方談，而且富有成效。那還出來說，連以色列都證實啊。然後這個庫什呢也說，好像有，講的好像有這回事。伊朗就說沒有。那現在伊朗到底你是跟誰談？所以在伊朗裡面的很多人就會互相的猜忌啊。譬如說他們現在，所以說川普說我要談，只是在分化伊朗內部。沒錯，現在有個傳言就是伊斯蘭的這個所謂議長嘛，卡利巴夫嘛，他就說啊，我沒有跟他談話。那他就說，有。所以你看，現在很多到底談不談？你看跟誰談都很尷尬。另外一個是什麼？貝森特說什麼？貝森特說，目前為止來說啊，這個伊朗的大部分的高官不斷的逃兵一大堆，他們現在的部隊逃兵了一大堆啊。然後另外一個，他是目前為止逃兵很多，他現在這個道綱的這個軍隊非常非常少，因為大家都知道跟美國打溫系嘛。好，另外一個是什麼？他們目前為止來說話，他們的革命衛隊跟他們以前的國防軍兩邊的心結現在已經形成了，所以現在等於是他裡面內憂外患一大堆，沒有人能夠來主持大局的一個局面。甚至這幾天不是說嗎？他們伊朗的外長一直不斷的放話說，我們現在怎樣，我們要打什麼的。寶傑，那他人根本就不在伊朗，他不在伊朗，他現在人根本就在外面。他每天在吹噓說我們伊朗一定要打到最後1秒鐘，打到最後一刻，我們絕對不妥協。是，結果他不在伊朗。現在有幾個傳言啊，說他已經到這個比較西邊的這個地方，或者說他已經逃到巴基斯坦了，所以就不在這個伊朗。所以你看，很多高官搞不好真的目前為止都不在伊朗。你看現在伊朗裡面來說一片亂糟糟，但是我覺得川普呢，他絕對會趁這個機會踹最後一腳。那發動時間也可能在這禮拜5。好，香果，今天請你特別過來，是你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經驗。你到過伊朗，是因為你到過伊朗，所以你現在不能到美國去。好，你到過伊朗裡面，你說現在伊朗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是，他之前不是去中心化嗎？哈米尼在過世之前不是告訴他说，你們現在把31個行省、31個分區，你們自己各自為政，自己開始進行攻擊嗎？一開始當然是順利的，一開始在沒去中心化，我沒有辦法斬首31個的這個行省、31個部隊都可以直接進行。可是當這個進行打了3個禮拜、4個禮拜以後，他問題出來了，我各自為政以後。我就開始，我們無以為繼了。我的糧食、我的彈藥、我的水，你說現在這些人都被困在山洞裡面了。對，我12年前去伊朗，我記得第一次去伊朗的時候，心情很忐忑。所以當飛機第一次要碰到伊朗的國界的時候，我看着飛機下面，你就看着一個美麗的波斯灣，深藍的這個海岸，它突然拔高幾十米，它是一個。我覺得這個地形對伊朗是一個很保護的地方。對，你看到伊朗的這個邊界的時候，你會發覺，它整個海岸線它700-800公里，它的長度幾乎都是覆蓋由伊朗高原，對，黃土一片一望無際。這邊就看到這邊層層疊，一排一排都是山脈。所以你如果從安曼從這個地方起飛進去的時候，你都過了波斯灣，這是一個藍色的海洋，過了藍色的海洋，這邊就看到。直接拔地而起，而且不但是拔地而起，不是一個海岸山脈哦，是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的海岸山脈，這個就變成了伊朗它最重要的保護層了。是它的天然防壁，而且你看它的山脈的走向跟它的海岸線幾乎是平行的。对，就一層一排一排，你要根本不可能正面進攻。所以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第一個，它給伊朗創造了很好的地理條件，對，這個是伊朗的優勢。伊朗現在最寶貴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時間。那這個地形給伊朗，他們認為他們有了一個時間，因為地形的緩衝有了時間的保護。所以以美國來看，他如果要去進攻，他最大的困難是要去攻克這一段。對，所以不可能，我們的研判，他不可能直接派地面部隊去進入到伊朗大陸裡面去，因為這個部分。它幾乎是自尋死路，幾百公里的範圍，你找不到補給，那你通常從海岸，那海岸它沒有大部隊登陸的地方。也就是說，導播再看我們昨天那個我們看我們這個影片哦，它是一排一排的山谷，一排一排的山脈，也就是根本沒有平原。那等於說我光是要跨越過去，都要非常的辛苦。好，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證明，美國應該沒有要派大部隊進入伊朗本土的角色。我們看一下美軍集結的地方在哪裡？美軍集結的地方都在波斯灣東南。算伊朗的南部的地方，如果他要從地面部隊進攻，他應該是從北面伊拉克離德黑蘭更近的地方，但他們完全沒有，所以現在所有的部隊集結是在波斯灣這一塊，所以主導的部分就很清楚，他們不會用攻占的方式。伊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他們的通訊被打斷了，他們也清楚，所以現在各個我不能講軍閥吧，但是就是各個領導的這個集團軍之間，他們的資訊的傳遞是有相當的時間差，所以我自己研判會派駐在這裡的，它一定是相對於
伊斯蘭教義是相對比較有熱忱、比較有忠誠度的。對，那當然，所以德黑蘭這段的情況就會更複雜。吳總，你以前講過一個東西，川普講的話沒有一句真的，但也沒有一句是假的。你以為你永遠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幹什麼？現在我完全感覺到了，我明明跟你講我5天要談判，結果我馬上就打了，而且你沒有想到，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對伊朗居然是這樣的極限施壓，連我說我要找你談判，都可能是離間。不，川普，我先說明一下，川普這個5天並沒有說要停火哦，他5天後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停火的一個法律的要件哦，它只是一個呼籲而已所以因此來講的話，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喊話。對，這第一點你要先講清楚，所以沒有要件，沒有這個 terms of condition，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東西，你要注意到這次轟炸的這些攻擊的點是哪些點？主要的點，以色列還是負責轟炸德黑蘭。那德黑蘭這次外國媒體登出來一個新的東西了，德黑蘭它轟炸什麼？它轟炸聖城女。聖城女變成一個標的物了，所以你知道嗎？他從革命衛隊開始一直縮小範圍，對，他縮小到聖城女的領導人的斬首行動，對他鎖定了，你知道吧？所以我昨天不是有講過一個問題嗎？我說德黑蘭區整個區就是革命衛隊的大本營，對，它旁邊有非常多的東西，還有部分的飛彈井跟防空跟他的飛彈部隊，所以他在轟炸這些東西。所以他以色列繼續在處理這個革命衛队的這些核心幹部，所以他聖城女是主要的，一定是他會把聖城女名字講出來的意義在哪裡？就是他鎖定你了，所以這是第一個。所以剛剛講的，除了你斷水、斷電、斷糧、斷訊之外，我現在也要進行斬首。我昨天講個概念嘛，因為最大的被害者是誰啊？就是這些波灣的國家嘛，波灣國家現在被你一搞他每天收入是100萬美金，現在全部停在那邊啊！現在像沙烏地阿拉伯的整個儲油能量全部客滿了，對，它只有一條管線從紅海區出來，紅海出來管線一天我聽說只有到700萬噸，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它的儲油庫現在變成客滿，就變成飽和了。對，飽和變成什麼現象你知道嗎？要停產了。油田要停產，不能再生產，所以他沒有辦法撐這個，然後他本身有很多國家計劃，每天都要花現金所以他受不了嘛。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這個受不了的情況，伊朗也是一樣，對不對？雖然大家都在拼這個時間，用時間拖垮美國沒有錯，可是干美國鳥事啊！我打仗你給我錢，對不對？然後我們的美金在漲，我本身美國的石油在漲，天然氣在漲。我他媽削爆了嘛，對不對？他根本不理你這個事情，所以急着波灣國家。因此，我認為當然在談判，一定在談判嘛。在談判的同時，你在注意他攻擊的點，就是根據他談判的方向在發展中。對，所以他講一句話，我不能告訴你們是誰，因為告訴你們是誰，這些人會被殺掉。所以就是真正的已經出現所謂的有力量的反對勢力，所以可能就是我們這個專家剛剛講的，就是軍閥。他們各地因為很簡單嘛，如果你去中心化的情況會是什麼情況？就是大家群龍無首，大家每一個人不是群龍無首，中央無首，可是據地為王。對，藩鎮割据。我有槍啊，对不對？我有槍能幹什麼？打美國人打不了打自己，吃老百姓吃定了，老百姓的錢嘛，老百姓剥削老百姓，那就是軍閥嘛，不是跟土匪跟軍閥基本上是同樣，這是目前就是這樣。你不是講它地理位置很特殊嗎？它一村隔了一村的嘛，我在這邊當軍閥多好，對不對？所以它各地軍閥據地為王，這是已經變成一個現實。然後通信之間還是有辦法連接，因為俄國人或俄羅斯跟中國人幫他們做了很多工作，否則的話，他這個飛彈是他的雷達打不出去啊。他前2天可以打個4000公里的東西啊，就表示他還在連接中了。所以他今天還在攻擊他的飛彈發射井所以他還有發現新的飛彈發射井，而且這是什麼聖城女的發射井。所以你看到沒有，他打的對象，我覺得是以聖城女，而且已經下降到。到從革命衛隊下降聖城女，所以標的物是很精準的斬首行動，這不是開玩笑。所以這個東西表示內部確實在分裂。那這個談判會不會成功？一定會成功啊，因為很簡單啊，談判很簡單，就條件嘛。條件，這些金主會不會出條件？
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聯酋當然出條件，我跟你打什麼仗？我給你老兄嘛1億美金，你媽的快點給我投降，不是比較快一點？對，或者我馬上給你錢嘛。阿拉伯國家才不要打仗呢，對不對？所以一收買情況，收買是最快的行動，而且有錢。你要叫什麼？北韓去收買南韓，那不可能的事情嘛。當然是南韓收買北韓嘛。有錢人好辦事，所以這邊是裡面整個的人員跟金元的一個大作戰。外界，如果從你經濟的角度上看，說其實也看得出來說，川普現在也趕快要收兵了，因為現在某種其實來講，對他也受不了了。其實整體來說，戰爭哦，對股市來說，以前都不會影響那麼大。但這次為什麼擔心？就是因為荷姆斯海峽噎住了全球20% 的油的運輸，導致可能會通膨。以前油啊是供過於求的，現在變成是你運不出來，甚至停產，就變成供需變吃緊。吃緊了以後呢，一漲價，哇，這個全世界都要通膨，通膨不能降息，美債殖利率一往上升，就噎到了川普最大的軟肋。你說川普最大的軟肋是美債殖利率？沒錯，以這個股市的角度來看，去年的這個在關稅戰的時候，其他東西他都說不行，我一定要克，我要拿回我美國失去的這些東西。但是只要美債殖利率一往上噴，他就開始tackle一下，因為美國欠這麼多的錢，美債殖利率往上升的時候會動搖國本。這次一模一樣，這幾天美債殖利率往上一跳，你看它就開始衝，就開始有點緩轉啊，所以。其實以川普的角度來說，最不能動到的就是美國的公債殖利率。好，這一點從上面來看的話，其實戰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那其實要談或不談，其實可以initial 這個動作。那以這邊來說的話，我們台灣或者是亞洲股市，除了擔心公債殖利率以外，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台積電供應鏈。好，其實Wall Street Journal 它其實就有提出一篇。全世界25%到33% 的氦氣是從卡達出來的，那卡達就被卡在裡面嘛，它運不出來嘛。那氦氣有什麼重要？剛好是半導體，不管是記憶體啊、半導體啊，全部都要在這個上面。那以我們在這個市場上問到，現在已經停止報價了甚至現貨已經開始漲到3成了，但是還沒到斷供啊。所以大家為什麼會開始擔心？股市以前每次戰爭完都是低點就開始漲，那這一次為什麼？最大原因就是第一個導致通膨，那會導致評價的下滑；第二個就是可能會斷供。那以我們現在市場上的 check 來說，斷供還要這個仗可能要再打超過2個月，才有可能真正面臨到shortage。那 shortage 的狀況的話，也不會這麼明顯的，它會從民生用的。從一般用的，或從別的地方可能貴一點的地方買來優先供給，像台積電記憶體這些半導體的需求。所以如果以供給來說的話，我們最擔心的還是在油價。你會很明顯油價只要一跌，馬上的股票就往上漲。那斷供，我覺得目前還是以液體為主。那所以如果你這樣看的話，如果從公債殖利率來講，川普是等於說他也必須要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來收兵了嗎？如果我們這樣講好了，如果他這個再打下去，如果他變成像這個烏俄戰爭的話，哇，那真的是會有斷供的危機了。是哦，另外這個戰爭還有一個觀察點是，貝森特，我覺得貝森特是所有人講最老實話的人。沒錯，他說，你要注意哦，現在伊朗很多人的錢在跑哦，伊朗現在很多有錢在跑哦，甚至很多的伊朗的軍頭都在跑哦。對，没錯。上目前為止來說，我們不是講伊朗是缺水、缺糧、缺電，什麼都缺嗎？所以這個有錢人啊，或者是說這種所謂軍頭，他們根本不想住在伊朗啊。現在根據美國的這個說法是這樣子的，他就說了，伊朗的領導階層現在大部分都住在地下或住在碉堡，然後他們只有自己的發電系統，跟這個上面的發電系統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現在其實過了有水有電的這個生活，跟上面的人完全不一樣。好，這是第一點，就是領導階層跟一般民眾過得完全不一樣，有錢人也過得跟他們不一樣。那有些人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是怎樣？他們就跑了。怎麼跑呢？因為事實上能夠離開伊朗就離開伊朗，因為他們都很有錢嘛。我們知道伊朗為什麼過去一段時間呢，革命這個伊朗民眾會開始出現一個所謂的反這個所謂他們神學政權，因為神學政權很多人是特殊階級啊，他們很多人在海外來說也這邊吃香喝辣啦現在這種伊朗這種生活他們哪受得了？他們當然馬上就跑。所以現在貝森特就說你要留意哦，現在有非常多伊朗的資金在往外跑哦，很多是過去的貪官污吏，甚至很多領導階層甚至有錢人在往外跑哦。他說什麼？美國我們會設法阻止這些錢哦，阻止這些錢之後，未來給伊朗重建需要哦，或者我們會還給未來的伊朗人哦。所以就知道說，事實上，如果你從這些蛛絲馬跡，有錢人在跑，
然後包括說像領導階層現在也跑，我們剛才不是講外長都不在伊朗了嗎？所以我才說這個崩潰的時間點真的是差不多的一個狀況了。在政治圈裡面，其實我們有一個分际是什麼？你不要去跟那个又笨又勤快的人來互動，因為呢，又笨又勤快的人常常會把事情搞砸，搞砸了以後呢，你就很難收拾。我們看鄭麗文這2天非常得意的是什麼？他在接受的專訪的時候講說，馬英九身邊長期對國民黨造成傷害，不會讓賊人得勝。他說有一個馬英九長期的心繫，馬英九對他很好，可是他對國民黨卻造成傷害，這個人是個賊人。賊人今天我們看到《鏡週刊》出來就已經講了，這整個幕後馬英九辦公室所有的事情主導者是誰？是金溥聰。難道你的賊人是講金溥聰嗎？那如果你用賊人講金溥聰，你覺得金溥聰不會反彈嗎？金溥聰當然會反彈。金溥聰一直都是一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人，他今天出手了，出手就透過了戴霞玲，就說：“哎，你今天你要保護蕭旭岑，對不對？好，那我們就把蕭旭岑所有的東西移送司法機關深入調查，勿枉勿縱。”他說，戴霞玲講說，相信司法調查的結果出爐就會真相大白。你要保護蕭旭岑，結果呢，蕭旭岑現在被整個金溥聰一刀的砍下去。我跟你講過，那就是沒完沒了了，沒完沒了，那真的會傷害到了蕭旭岑的信譽嗎？真的有可能讓他吃上刑事責任嗎？如果他真的吃上刑事責任的話，他還有辦法進行兩岸交流嗎？如果他沒有辦法進行兩岸交流，那鄭麗文一直想要的政協會不就是一場空嗎？因為如果沒有蕭旭岑的話，他連闖樓給都沒有。所以吳董剛剛講的說，你說政治上千萬不要跟又笨又勤快的人互動。我現在看到鄭麗文，昨天他在講那個所謂賊人的時候，你就說完蛋了。金溥聰一定會出手，金溥聰一定會報復，金溥聰一定會打他。果不其然，鄭麗文不是，他是又笨又勤快又壞，他嘴巴壞透了，嘴巴壞，所以被修理正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跟你們介紹一下啊，國民黨有一堆副主席，對不對？他們通通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通通是無給職，因為他沒有薪水嘛。對，所以為什麼旭岑要保留薪水在馬英九基金會？就是那是唯一的薪水來源，這是第二件事情。然後第三件事情呢，小金幹金溥聰這個事情哦，其實是小題大做。金溥聰不，這蕭旭岑一個月薪水多少錢？16到18萬，管他不到20萬嘛。對，那個屁錢嘛。你金溥聰一輩子看多少錢？可是，在基金會來講，那是大錢呢。可是你金溥聰掌握國家大權。幾千億、幾百億在手上溜過，你今天為了一個10幾20萬去修理你自己的同仁，或者你帶出來的小弟，你值得嗎？重點在就是為了你火大，火大這個嘴巴賤的這個鄭麗文嘛。對，那你看我一樣啊，他一樣上禮拜五罵我、啊。我們講的哦，他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知來必報的。你今天講我賊人，我當然出手；你講我賊人，我當然要把你蕭旭岑殺到底啊！對，那你是打主人嘛？你打狗幹什麼呢？對不對？這個整件事情當然是金溥聰出手，金溥聰出手後面當然又有人出手，負責誰？就馬英九。那馬英九剛剛講的說，哎，蕭旭岑跟你跟了那麼久，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而且這幾年來在兩岸上做了那麼多的事情，你為什麼說砍就砍，說殺就殺，而且毫不留情面？不但毫不留情面，就那個氣氛來講，是金溥聰帶着律師、帶着前隨扈、帶着管賬的這個所謂的會計師，一下就衝進去，馬上就要查賬，需要搞這麼難看嗎？而且現在一個說法就是，你蕭旭岑拿我的錢，用我的路線去幫鄭麗文做事，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個什麼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剛剛講過，所有他們的，對，這個鄭麗文是光桿總司令哎。他的兩個口袋空跑到中央黨部去混的嘞，對，他是混進不混出的，所以這個黨中央本來就是個丐幫黨中央，本來就是這樣，這有什麼好罵他的？我現在問題是說，我幫蕭旭岑打抱不平是什麼？就是你小金要出手，你就直接幹鄭麗文嘛。為什麼要直接幹鄭麗文？因為這個目標模糊化，幹鄭麗文代表什麼意思？因為他講一句話哦，馬英九身邊長期有國民黨造成傷害。所以他現在講的是國民黨造成，這不要說國共合作造成傷害嘛？所以小金要跟着這個事情打才對嘛？你說打個人幹什麼呢？你就打你現在變成紅統的這個家伙，這才是真正打到要害。所以我在這邊鼓勵我們的金大哥的嘛，勇敢一點。好，後生，看這件事情讓大家非常意外，因為這樣講的，蕭旭岑跟你跟那麼久了，你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可是就沒想到你這一刀殺那麼重，而且白哥說金小刀他是拿刀的人哦。他不是做決定的人哦，現在做決定的人基本上是馬英九，但是馬英九當然最近很奇怪，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馬英九公開出面了。那本來呢，在兩岸互動的時候呢，他都是帶着大家去中國，然後你也可以看到說，他到了中國就非常開心，因為你看到在台灣的時候他很落寞，在台灣可能沒有太多人理他，可是到了中國以後呢，鞍前馬後，前呼後擁，然後每個人都說他好帥，他就很開心。那可是後來他就不見了。他不見了以後呢，你就發現萧旭晨就自己一個人單獨的在來往兩岸之間，了以後呢，就開始幫這個鄭麗文做事情，幫鄭麗文做事情以後，這個刀就出來了。因為老馬這個人不記情，比較記仇啦。你大家去想想看，如果以金溥聰跟萧旭晨來講，金溥聰幹過什麼事情？2024年侯友宜選前之夜，金溥聰說你馬英九不准來，對不對？要殺要說背叛馬英九，金溥聰才凶啊，對不對？結果沒有，今天回過來，金溥聰跟他之間突然之間沒事了，對，回頭殺萧旭晨殺這麼狠。萧旭晨當然他去兩岸去跑的很多嘛，因為你馬英九基金會一年有多少團要去啊？他還有大酒學堂什麼東西，那個通通要聯繫啊。他中間當然跑了很多次啊，但是問題是，你替我跑沒事啊。結果你現在他認為說跟習近平會面是我馬英九的專利，你現在去幫鄭麗文鋪路，那你現在等於不是變成等於拿我的資源去做嗎？雖然那時候你還不是國民党副主席，雖然那時候你可能談的還是馬英九基金會的事情，對，但是我就覺得你不是啊，我就覺得你把我的資源鬼要旁體啊，他這麼不爽，對啊，這是我的專利，你怎麼可以讓鄭麗文去做？所以回頭要殺啊。可是那不是國民黨嗎？那這個鄭麗文不是走你的路線嗎？老馬那個是歷史定位，我的歷史定位怎麼可以有別人去做呢？對不對？馬習會是我歷史定位，馬習2會、馬習3會。都應該是我才對啊，所以只有馬習會沒有正習會，結果你今天蕭旭晨要去不安排一個正習會，你就是背叛我。對啊，鄭麗文如果自己有本事去就算了，對不对？鄭麗文有本事去那是他的事啊，因為後來洪秀柱也去過啊，對不對？洪秀柱自己去也無所謂啊，但是你蕭旭晨就不行啊，對不對？所以他這時候才出重手要把他幹掉啊。對，因為今天來講句實在話，旭晨的狀況我们大家知道，旭晨從來不碰錢，好，旭晨從來不碰錢，所以你今天講到說什麼？他有什麼財政紀律之類的事情，那跟旭晨一定沒有關係，因為旭晨是潑髒水。旭晨旭晨一定不碰錢，他講的是其他人，想的是其他人。問題是這中間有些東西是錢，人家比如說台商捐了錢，好，然後不見那時候你可能基金會不好做賬，你可能 parking 在什麼地方，好，那結果現在的狀況是馬英九不認啊，馬英九的狀況是說你們不只拿我的錢去幫鄭麗文做事。你們還貪污，還A 我的錢，所以就今天搞成這樣。是，但是馬英九今天，所以你知道這消息，就是你做兩岸交流，你當然要募款，特別是馬英九基金會這幾年來的財務狀況也不好，募款當然勢在必行。那募款勢在必行的時候，這中間募了多少錢？多少錢了以後，這個錢放在哪裡？那中間可能馬英九知道，但馬英九現在你知道，我在強調，馬英九已經很奇怪，他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他就很多沒有在公開場合了。我們也不知道他出現在他現在到底怎麼樣，但是希望他一切安好。可是至少說，他突然的掛美甲西歸歡景，一刀切就不認賬了。對啊，不是他現在就不認賬了。那他旭晨跟另外的幕僚講說，我當初都跟你講過，這事情通通都知道啊。那馬英九現在說我都沒給你啊，我都不知啊。對啊，我不知道啊，所以今天就殺成這樣。可是馬英九今天讓這件事情讓大家看到，為什麼大家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就是說你一個曾經幹過總統的人。格局怎麼長成這樣？殺兩個小的前幕僚，殺到這個樣子，對，就大家覺得你總統到底在幹什麼？但馬英九偏偏就是這種個性的人啊，不然當年怎麼會搞到資來必報？對啊，而且搞王金平，對啊，不然怎麼會搞出馬王政爭？怎麼會殺成這個樣子？明明就知道那種東西就是不能做，但是他就會幹出來。好，所以吳董，不對，後資講到的大部分都對，但有一點哈，這裡面有一個重大的一個政治方向。你剛剛講一句話對的，只能夠有馬習會，不可以有正習會，歷史定位，對，這才是關鍵。要有正習會，或是差習會，有保潔正習會都可以，但是要我馬英九同意，就很簡單。兩岸就是老子拍板才叫做兩岸，兩岸唯一的一個人就是馬習會，對，沒有任何人可以超過這個東西。結果你這個家伙每天。不是鄭麗文每天在那邊說三會，他那邊 order 時間 booking 時間呢，4月、5月、6月，媽好像他跟男朋友約會一樣，講的跟真的一樣，媽變成洗小弟。
我告訴你嘛，徐小弟你都不理你，你是老幾？結果現在很簡單嘛，變身軸翼問題嘛，在國民黨內部掛掉，現在整個事情掛了嘛。對，兩岸吹了，很簡單了，沒有這機會了，沒有這席會嘛。馬英九有意見，對吧？馬英九反對這席會。還有可能有這席會嗎？馬英九有這麼重要嗎？馬英九當然重要、啊，馬英九到現在還重要。馬英九不是重要，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統的身份一起，國民黨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這兩種都是對等單位，這是歷史定位哎。這個對習近平來講的話，是在一生中，這所有國民黨的共產黨所有的開國元老，沒有一個人做到的，就他一個人做到。對，所以對馬英九也是啊。所以馬英九會這麼在乎。馬英九是台灣民主國家，沒有人鳥你的，因為台灣還有民進黨，我們還有民眾黨，對不對？那個台灣這個黨嘛，一大堆的100多個黨，對吧？這麼奇奇怪怪黨一大堆，還有梅花黨的，對不對？但是只有一個中國共產黨，我告訴你，只有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就一個人從。毛澤東搞過國共論壇，對，但是叫共產黨黨主席，習近平是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國家主席，這兩個他已經比肩毛澤東，超過毛澤東，這個事情怎麼可能讓你改變？所以抽之講的對。這個架構上來講的話，不能夠有人超過馬習會，才是真正這個鬥爭的核心思維。所以，但是太低級的，簡單粗暴。可是我知道，如果今天金溥聰去鬥蕭旭岑，我覺得第一個那也是一個路線問題。第二個就是你今天鄭麗文，你到了中國，你認識誰？你誰都不認識啊！我把你的闖樓給殺了，你誰也看不到啦。剛剛後製講個關鍵的話，你拿我的錢，拿我的人去幫鄭麗文，這叫做叛變。我告訴你，這個還是核心問題嘛。所以政治上的背叛、爬牆，蕭旭岑爬牆，你知道嗎？爬到人家的，爬到他人的房間去了。我跟你講，這才是政治上的背叛。這個時候殺的對不對？我剛剛說回我的話，小偷殺的對。或者現在這裡面剛剛講的禍起蕭牆。然後現在開始有馬英九辦公室開始對幹了，我現在看起來美修刷，可是還不是最恐怖的哦。現在最恐怖的剛剛講到，你現在我覺得台中市長這個盧媽已經開始跟他對幹了，盧媽下面的人已經開始跟他喊話了。現在不是知道，我覺得最近看到一個台子，我覺得很好笑，是朱立倫出來搞了一個台子。朱立倫搞了一個台子以後呢，北基的市長、北基桃的市長全部都來了。北基桃的市長表明的是擺明是我站在朱立倫的旁邊，實質上什麼？這個聚會，這個畫面是反正大會。他現在的狀況就是說，第一個，他過度親中，不斷的在談這席會，過度親中這些，搞到國民黨內所有要選的人都受不了，說要選的人都受不了，然後 AIT 就馬上安排說，你看，安排盧秀燕去美國，盧秀燕去美國那個是準總統候選人的待遇，AIT 的意思就是說，我已經告訴你說，我就挺這個人選2028，挺到底了。那另外就是國民黨所有的候選人都開始跟鄭麗文切割，都切嗎？都開始切割啊！你講每個都你講說我是中國人，人家就講我是台灣人了，對不對？然後你今天來講，比如說像南部那兩個，就盡量能不碰你鄭麗文就不要碰啊。那你要去你就趕快去，最好早點去早點回來。反正我攔不住你，但是你早去早回都不要跟我扯。那你再看到這一個場子。以前朱立倫在當黨主席的時候，在國民黨內是什麼地位啊？對不對？根本沒有人要理他，突然之間變成這麼夯。對，為什麼？大家就找一個台子跟你講說，我們就是跟鄭麗文不同掛嘛，對不對？所以大家就告訴你說，我們4個人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只是搞一個青年營隊，這個青年營隊根本就是一個鳥不拉屎的小活動。就你就像你蔣萬安也來了，李四川也來了，張善政也來了，這個。就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當天同一時間，鄭麗文在幹什麼？在幹嘛？在跟黃國昌開藍白合見面會，一樣9點半，同一個時間，一樣在新莊，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在新北市，所以在別苗頭嘛，別苗頭，當場別苗頭嘛，就把鄭麗文壓下去，那個新聞不見了嘛。黃國昌同一時間，所以說現在國民黨不是叛變的，我不是叛變，是我搞不好我是跟你保持，不是保持距離。
我現在根本就要把你給壓下去。當然是啊，就一塊一塊的嘛，各地諸侯他媽各自擁槍自重嘛，對不對？然後第一個就是讓鄭麗文一個人變成一個號令不出辦公室一個笨蛋黨主席。這麼狠嗎？不，鄭麗文把那個紅統，把那個他們的那個招牌改成紅色的，大家都要跳河自殺了。對，哪一個人受得了？而且從你美麗島電子報民調你就清楚了，本來上個月在做的時候，李四川還贏了這個蘇小慧，大概有6-7個百分點，還是將近9個百分點，9跟10個，9到10個百分點。結果呢，才1個月的時間，被他搞紅統了以後，只差1.1個百分點。而且現在你做的宜蘭，現在也看起來也不樂觀了。也就是鄭麗文這樣搞下去，那個整個國民黨本來2026是看好的，現在看起來是有一點兵敗如山倒了。2026本來沒有兩岸議題，鄭麗文一個人搞出來一個兩岸議題，而且他居然認為跟共產黨的接觸，跟習近平的接觸是對2026加分嘛？對，而且一直講，那哪一個人能夠同意這個論述？沒人。全台灣我們在那邊講嘛，鄭麗文說跟共產黨合作，跟習近平見面，這個對2026的成果。會有勝利的成果，這個誰能同意嘛？沒有任何同意啊！鄭麗文會同意，問題他硬幹啊，把他搞得國民黨的立委嚇死了，你知道吧？每一個人當天你在講這個話的時候，你在講江啟臣，我還有點半信半疑啊。後來我私下打聽了，國民黨立委真的怕他怕他什麼？他會搗蛋，因為他有一個東西叫做成事不足，敗事一定有餘啊。你這樣講吧，我敢這樣子對江啟臣。江啟臣已經是前國民黨黨主席，他現在是立法院的副院長，而且他長期下來，他在台中他已經長期耕耘，是有非常大實力。我連你江啟臣都可以搞，我有誰不可以搞？如果我什麼都敢搞，那每個人都會怕。反過來是他每一個人都敢搞江啟臣給你們看，他本身腦筋進水了，你知道嗎？他只想要就是一個人，就是變成一個毒夫嘛。獨女，你知道吧？他就是金崩多愛，全台灣他第一人，他是台灣第一人啊，所以他根本天不怕地不怕，他連我都不怕，不可思議吧？我想了好幾天想不通，這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我有問題啊？好，所以後者下一章講到，現在包括你知道台中市現在盧媽她現在要選總統，現在每個地方大家都怕她怕得要死，而且整個黨內的氣氛非常詭異嗎？現在狀況像今天這個照片，朱立倫不重要，是其他4個人重要。這是東南互保聯盟啊，對，8國聯軍。對啊，東南國聯軍搞東南，黨中央搞的東西跟我沒有關係啊！你去看看，你大家回想一下李四川，所以他變張之洞了。對啊，你想想看李四川談好的那一天，李四川那個回答一談完，宣布參選，然後馬上侯友宜，馬上那個劉荷蘭。全部都宣布，一天之內搞完，你黨中央完全沒有角色哦，連你讓你黨中央連蹭的機會都沒有。那國民黨中央的臉書完全沒有這個，鄭麗文臉書也沒有這個啊。他們幾個人把戲演完了，全部演完了，就是完全沒有你的角色啊。他們現在在玩的也是這樣啊，對，你今天說你在玩江以晨將來等到提名之後，他理都不理你。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現在國民黨6都其實已經串聯完了，對，每個人的共識就是我離你越遠越好。將來你就看到選舉的時候，完全沒有他的角色，連台我跟你講，除非國民黨中央自己辦，你連那個台子哦，你或許上得去的，但是你壓軸什麼大一場一定沒有你啦。現在狀況就是說，各自反正你要走親中的路線，你自己去講你的，但是我們要選舉的人。絕對不會玩的。而且剛剛吳董講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哦，我們再看那張照片，也就是朱立倫辦了一個所謂的模擬 Mega 這個 Mega City 的模擬方程式，不是在這個在辦嗎？對，同一天不是他在跟這個黃國昌辦嗎？他有一個人跟我講，他說：“新北還沒定哎。”我說：“新北怎麼還沒定？新北不是已經提李四川嗎？”他說：“你要看哦，這個鄭麗文很壞哦，他後面有後手哦，他後手什麼？哦，沒有錯了，我現在提名你，因為剛剛講的。”形勢所逼嘛，諸侯都已經逼着你非要提不可了嘛，我還要藍白合。我一方面我已經提了你，然後呢一方面我還說藍白合，那你不是要搞死大家嗎？不是那一場，我覺得才好笑。2個完全沒有實權的黨主席，談得跟真的一樣。我剛剛講的國民黨的狀況，你現在每一個縣市長都搞不定，沒有一個縣市長理你。黃國昌的背後還有一個柯文哲，對，你告訴我你們2個談的什麼東西說了算？2個人就自己搭一個舞台，自己互相取暖，搞得還是真的一樣。你今天的東西，你的每一點共識，哪有一個人要買單？他們在那談什麼說將來的首長如何，我藍白合，然後聯合小內閣，
聯合小內閣是這幾個人說了算啊。你今天是鄭麗文，可以幫人家把東西塞進去嗎？不行嗎？人家理都不理你啊，对不对？今天你如果說你今天民眾黨的人，比如說你像基隆的那个狀況，你民眾黨人輔選有功，你真的有票，好，那我當然就給你。你看李四川最近跟黃國昌閃得多遠？對，黃國昌說，如果我初選輸了要加入我願意加入李四川隊。李四川到現在應過沒有？嚇死了！他怕你們民眾黨，他怕死了，怕你柯文哲，怕你黃國昌，怕死了。你今天仇恨值2個這麼高的一來，我整個票全部都亂掉了。是哦，你過去在柬埔寨有投資，你常常去西港，對，就沒想到今天傳出來說林炳文他就躲在西港，躲在西港的時候呢，他居然身中29槍，光頭部對就被打了5槍。柬埔寨有這麼可怕嗎？對，沒錯，捲入這個88這個洗錢案的這個林炳文呢跑掉了嘛。那跑掉的時候呢，他跑到這個哪裡去？大家都說傳言他跑到這個柬埔寨去。那一般呢，我跟他講，躲在柬埔寨的話，很多人會躲在這個金邊，但因為金邊呢有很多台灣人在那個地方，所以你在那個金邊來說的話，其實你很容易被發現。所以沒想到他就跑到這個西港去。西港台灣人少，西港台灣人很少，而且西港來說的話，大部分來說啊是很多黑幫在那邊控制。那尤其黑幫來說啊，很多是什麼黑幫呢？其實倒不是台灣的黑幫，那邊很多都是中國的黑幫，甚至很多香港的黑幫。所以可能他如果能夠打點的 OK 的話，不要有台灣人在這個地方引爆的話，事實上他到西港去，我覺得是還蠻合理的一個選擇。但沒想到就傳出來說，他居然他要再出去要遛狗，他在這個西港這個地方出去要遛狗的時候呢，我就說平常沒有帶他會帶的3個保鏢嘛，所以顯然我就跟你說，西港來說的話，事實上他可能覺得相對金邊安全，對，他都沒有帶，就沒想到埋伏，居然有人拿這個在路邊就喊住他，biang biang biang，然後就聽說現在很多說法說中了很多槍，有好多個槍手，對，中了29槍，然後他光是頭部就中了5槍。他想說，光是指着他的眉心的行刑室就好幾槍。對，沒錯。那有個說法就是說呢，這個槍手呢，其實埋伏在身邊，已經跟蹤他非常久的一段時間，摸清楚他的這個作息之後呢，在那個地方就出來。好，那我跟你講，因為什麼呢？因為案發地點，我就說西港這個地方，它現在是當地非常知名的新興的詐騙園區。我覺得這些詐騙園區來說的話，都主要是誰在做？不是台灣人在做，都是中國在做。對，中國在做的時候，他就說，因為他有經營他當地的這個賭場生意，人家現在的說法是說，是不是跟當地的詐騙集團還有涉及到利益糾紛之後遭到報復的一個狀況？另外一個部分來說，因為他其實從這個我們的洗錢案裡面，他也身上也懷有這個巨款了。你那錢到哪裡去？當然也很想知道嘛。所以有人會盯上。當然，所以為什麼他會不要在金邊，他要到西港去，就是這樣嘛。他可能不希望跟台灣人有相關的這個關聯嘛。但是他到這個西港去之後，你可能我覺得有可能是怎樣呢？他可能有真的跟當地的，比如說中國的這個生意或者中國的詐騙集團在合作之後，可能雙方喬不攏之後呢，才會有這樣的這個所謂殺人的這個手法。這種看起來的話，搞不好真的是中國的殺手，或者我們不知道。對，所以來說，你看一個在台灣也算是這個小有名氣的一個人，就沒有跑到柬埔寨之後，居然去客死他鄉的一個狀況。不是，所以你覺得中國殺手的可能性很高？我覺得有可能是這個，因為那裡都是中國跟香港殺手，對，中國非常非常多，所以我才說他如果真的在西港發生的話，我覺得是很有可能是境外，跟台灣或許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57台每晚9點，寶傑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